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线上的老师，今天很高兴啊，又再次欢聚在线上。那么大家都知道，微软1年1度的 Build 大会，也是我们开发人员的盛会，刚刚开始。那么有很多新的内容、新的开发范式、新的想法，大家一起来共同交流。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的有请几位老师呢一块在线上跟大家交流一下。那么我们作为开发人员，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有什么样的体会，什么样的想法？在这个软件定义一切，在这个云原生这么多新的话术下，到底真相是什么？到底真正的体会是什么？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希望呢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吧，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那么线上呢有3位我们的朋友们，要不各位老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那大家好，我是 Warren 啦。那我就是香港这边的 MVP，也是暂时来讲就是唯一一个香港的 MVP 啦。那我是在香港的公司是做Multi Cloud 跟 Hybrid Cloud 的技术。那其实我现在也是有做上海 Reactor，就是 Microsoft Reactor 的一个活跃的 speaker 了。所以如果有听Microsoft Reactor 的话，应该也知道Warren 这个人啦。那我就交给其他的老师来介绍自己了。嗨，大家好，我是卓环，我在北京是微软的人工智能的 MVP。那我自己呢，是技术背景出身啊，我在经常会说写了25年的程序，但现在我的主要的工作呢是做 Preangel 的天使投资，主要关注在人工智能和 Chatbot 领域。那主要帮到的就是我们希望为早期的创业者帮他们找到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的算法，并且落地去解决实际的商业场景中的问题啊。那么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交流，谢谢。嗨，大家好，我是魏有华哥。我呢本身呢在台湾呢有经营一家软件的公司。那我自己个人呢经常做培训。我自己本人呢是开发技术的 MVP， 同时也是 Microsoft 的 RD。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交流。多谢啊！各位老师的话都是各自行业的翘楚，那么在行业内经营了多年。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呢概念层出不穷，话题层出不穷，但它的本质的话呢，也经常容易让人呢找不到方向。所以今天的话呢，我想借着机会依次问一下大家呢，主要是在这个云原生啊、开源啊、人工智能啊这种新的开发范式下，大家自己切身的体会。要么这样，咱们时间有限我就直接问一下 Warren 吧。Warren 你好大家都知道，在疫情的时代的话呢，数字化转型已经变成每一个机构、每个个人而言呢，都是从任选项变成了必选项。那每个组织的话呢，都需要具备充分的韧性来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那么软件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云计算，对吧？然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技术的普及呢，软件的开发方式，这种不管是刚才说的云原生啊、开源，都能得到迅速的发展。那么根据刚才说的开发人员速度这个报告，大家知道像什么安全的话题、云原生的话题、开源、内部开源、外部开源这些技术的有效利用，也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企业软件能力提高的重要手段。那您呢是这方面积极的实践者，应该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当然可能也有很多教训，所以呢，您应该有很多切身的体会。那能不能借着机会跟大家线上朋友们交流一下？好，那其实我是几年前就开始我的IT 的工作了。其实我一开始就踏入云的领域了，就没有之前可能是on-prem 的一些工作。但是这几年的云的趋势或者是云的发展真的是蛮快的。比如说我几年前其实我只是做 single cloud， 我只是做 Azure。那可能你要做一些infrastructure 的 template， 你是用 ARM template 嘛？你要做 API 的 gateway。你可能是用 Azure 的 API， 但是之后我是做 multi cloud 了，我也有做 AWS， 我也有做 Google Cloud， 也有做阿里。这里的话就会发现的一个问题，譬如说我之前去 configure vendor login 的一些product， 就像是API management 到 AWS 原来又要重新再做，尤其是一些特别的 policy。
就像是银行嘛，银行、保险这些，其实他们需要特定的authentication 或者是有特定的 encryption 等等的东西，你要自己开发一些 plugin。那不同的 co-founder 就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 config 要做，或者是他们自己特定的 product， 那就有一些要重新再开发的一些问题存在。但是其实在2年前吧，2-3年前吧，我看到就是 Microsoft 很积极在发展就是 Cloud Native 跟 OS 方面，比如说就是也用很多 Linux 嘛，现在有 WSL、WSL2 也来了。也 contribute 很多 Kubernetes 的东西就像是 Kder 也关于其他的 standard 或者是 product 也会注入很多的人力去做，比如说现在你不只是 ARM 的 template， 也有 Terraform 甚至乎就是 hybrid cloud 的领域就Azure Arc 也 support K8s 这些就这些的大的cloud vendor， 尤其是 Microsoft， 就让我感觉了。就是想要 standardize 整件事情，让开发者开发的更加方便、更加顺利。就感觉就是以前我们就用手机的充电线都不只是Type C 吧，就像是我们 Nokia 会用 Nokia 的充电线，我们 Motorola 要用 Motorola 的充电线。那我们如果有我自己用 Nokia， 我爸爸用 Motorola 的，我就有2个充电线了，是不是？那其实以前就是2-3年前 Cloud 也是有这个问题，我用 Azure 就用 Azure Login 的东西，我用 AWS 用 AWS Login 的东西，但是现在有一点不同了，就是大部分就是7到8成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一些 common cloud native 的东西，就像是 CNCF 这些东西去开发。比如说我们 API gateway 可能我们用Kubernetes Ingress 就像是 Kong 嘛，但是 manage 可能也是用Microsoft Manage 的 Azure Arc。也是可以 enjoy 也是可以享受到monitoring 或者是 security 我们可以利用就是 Azure Security Center， 我们可以利用 Azure Monitor 去 monitor 这些东西。这些对于developer 来说是真的好很多，我们不用再次、2次、3次开发在不同的云，尤其是我是做 multi cloud 嘛，我每次要做3到4个 cloud 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一些比较 common 的东西去做。但是 management 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 Cloud Platform 本身的 management。那我们就可以不难发现有一些有趣的 factor 是很多大的 co-founder 尤其是 Microsoft 也避免就是 vendor login open to 一些standardized 的东西嘛。我们的开发的经验也从一些 closed source 的东西变成一些 open source 的东西。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问题，就像是 API gateway， 就像是 Terraform 或者是一些 Service Discovery， 我们也习惯在于open source 的 community 去 contribute， 或者是raise 一些issue。我们习惯了这个 open source 的 culture 的话，其实现在也有一个 trend 叫做 inner source 嘛，就是完完全全用open source 的一个社群设置自己几页的一个 inner source， 让我们就是一些 developer 自己就不用再学习你们自己公司的一些 culture 一些 team 的collaboration， 其实我们就跟平常 open source 的 contribution 一样 ，contribute inner source 就可以，也避免了我们不同自己的developer 可能我只会某个 language 某个 tool， 就像是我只会 Azure 的某些 tools， 但是一个企业可能是几千人在全球各地的话，那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 broker 就是我只会这些，他只会这些，但是这个 OSS 的世界慢慢 standardize 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慢慢的可以全球化去 collaborate， 还有就是我们不用再担心怎么去融入一个新的开发团队，因为inner source 的世界其实也是跟open source 差不多。当多了一些人在看我们企业内部的 source code， 我们多了很多人去看我们自己内部的 source inner source 的话，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球bug 就无处藏身嘛。那我希望就是未来在云原生的世界在 inner source 的这个文化可以让我们 developer 做得更好更完善最好就杜绝所有的 bug 了谢谢。
那这样的话，你刚才说了，就是在开发的时候，你的范式实际上也是在不断 evolve 在调整，对吧？那你现在你的开发主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那其实我现在都是一个 standardized 的一个 DevOps 的环境，可能是用 GitHub Enterprise，可能是用 Azure DevOps，或者是GR Jenkins 的 Stack 搭建一个Kubernetes cluster，或者是用 OpenShift Rancher 这些，然后可能是用Azure Arc 或者是 OpenShift， 或者是就像 Google Anthos 这些做一个管理跟 monitoring。那因为所有到7到8成的东西都 standardized 所以到下个几页的话，我们就用同样的 stack 根据他们需要的 tools 在 Kubernetes 去 set up 就好。那像你跟你合作的 developer 大约是一个什么覆盖？是在香港还是大中华区、亚洲、全球？你现在是个什么现状呢？我现在主要是亚洲为主香港的话就可能 local team 有几个人，但是我们都印度跟新加坡的 team 交流为主，就一个开发的团队通常都几十人以上这样internal 跟 external 的。好，如果要想跟线上朋友们说那么1、2句话，作为你的一个建议的话，在这个时代，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呢？一定要学 container， 一定要学 Kubernetes， 一定要学云原生的一些工具。这确实是时代的趋势，不可这个逆着走的这种现象。行，多谢郝队。那这样，那下面我们另外一位老师怎么样介绍一下？好，谢谢伟清啊。首先这个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呀，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互联网的发展和科技发展。那在我刚才也说了，我一直是技术背景出身，所以其实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阶段里面，在最开始互联网浪潮的这个97、98年，当时我就在做比如水木新华 BBS 还有紫霞 BBS，我们在学校里面做的 BBS 的这种网络服务。然后到了99年第一轮浪潮的时候，就是我也在 China 人经历了发展，然后在 Web 2.0的时代，我也在优酷担任了首席科学家。然后把优酷从无到有的做出来，然后再后来呢，我又做了自己当时的微博服务，叫做 GY07年，之后我就做了天使投资。那么在这些年的过程中呢，其实我是作为一个技术的从业者，也自己是作为一个技术极客，经历了整个技术行业的一个发展。那在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在91年的时候使用的 DOS 那个时候的文本界面，大家如果记得，像 Basic Turbo C 是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整个技术的发展，其实在过去这些年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包括像当年可能大家会比如网站开发会用 ASP 和 PHP， 现在都已经用 C# 和 Node.js， 这个演变得非常非常的快。或者说当年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服务器是需要自己亲手搬到 IDC， 那后来现在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的，比如说在 Azure 上，我们就通过鼠标点一点，想要多少台服务器就有多少的资源。所以这种的技术演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改变了我们所有开发者的这个开发习惯，乃至于说对我们整个的商业应用各种这个互联网应用都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影响。那我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呢，其实自己最关注的，从2000年的开始，我们当时 Preangel 参与了很多的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早期的项目应用我们在过去10年里面，这个投了有300多家移动互联网的手机 App，但直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转到了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上面来主要是我个人就主要只看 conversational AI 和 chatbot 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其实我最想和大家 share 的是我自己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 insight， 就是对于整个的人机交互界面那如果说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是 DOS 是一个纯文本的交互界面我们所有的人是需要这个使用打字的方式来控制电脑。那到后来我们知道，我们有了 Windows 3.1和 Windows 95之后呢，就进入了这个 GUI 的这个图像交互界面的时代，乃至于到后来呢，我们在单机的图像交互之后，我们有了浏览器，我们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在浏览器中运行和服务器 Server Client 这种方式的这种接近云的这种交互。那再到后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移动互联网手机开始用触屏的方式呢，彻底的把我们以前的这种
种无论是 DOS 还是 Windows 需要说明书、需要学习才能使用的界面，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小朋友可能没有学过这个手机触屏怎么用，他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界面。那随着这样的一个交互界面的发展呢，到最近这些年，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起步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可以通过人的自然语言，用更自然的方式和机器进行交流。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啊。其实，在过去我们总结下来，为什么是文本界面？是因为机器太笨了，我们人必须去迎合机器的能力和习惯去控制它。如果你说了其他的东西，它没有能力去理解，所以在过去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有界面无智能的时代，就智能很低，最差的时候只能用文字给它，那智能好一点，性能好一点，可能我们能用鼠标，然后去点一些 menu， 去一些窗口。那随着我们计算机能力的智能时代的增强，我们现在的开发者在做一些新的界面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机器能够理解人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时候，比如我们已经有一些像小冰啊、小娜、Siri Alexa 和这个 Google Home、Google Assistant， 他们都已经可以开始去习惯我们人类的这种基本自然语言的指令，并且去把它落实得很好。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类就可以更加的用自然的方式去和机器进行交流，并且机器也能做得更好。那这里面，我们大家试想一下，其实人和人的沟通，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来，我们能看得到的几十年，全都是通过自然语言来进行处理，对吧？比如说，从管理上讲，大家都会说，大公司的 CEO 会有50%以上的时间都在处于沟通。沟通是怎么样？其实就在和人讲话啊。我知道，我和你说几句，别人给我讲讲。那我相信这个韦青总，这个也在作为 CTO， 虽然是技术背景，但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可能需要和不同的人沟通。包括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大家也是在通过沟通的方式来传递这样的信息，并且把任务完成。那在未来，其实机器有能力理解这些之后呢，它的这个通过语言然后把任务完成的能力，应该完完全全可以替代掉过去的这种手机的 app 啊，甚至是我们电脑上面的一些应用。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整个现在的时代的这个人机界面背后的人工智能会是非常非常这个会有改变未来的一个新的会改变人类这个科技历史的一个新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就会好像过去我们说互联网时代改变我们人类在过去20年整个的这个信息能力一样，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这种信息传递的便利。它可以让我们零成本去得到我们所有的信息流，包括现在我们大家在 Build 上面可能可以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实时的看到我们这些，这是互联网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提升。那在接下来的这个20年，可能会人工智能会比我们的这个过去20年的互联网还要这个厉害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达到了很多令人这个意想不到的重大的突破。譬如说我们现在的它可以理解我们人类的语言，也可以去甚至在CV 领域也有一些突破，包括自己做图包括现在写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人机交互界面，或者我们未来开发者能够把这个新的行业的机会抓住，对吧？我一直很喜欢给大家举的例子是说，我们现在用 app 举例来说，我们用携程去订一个酒店和机票，我们大概需要点可能需要点30到50次吧，对吧？我们大概要选很麻烦。但是如果说大家想想，如果我帮大家来订机票，如果我和大家非常熟来订机票，可能你在微信上给我说一句话，我就把你这个事儿定好了，对吧？因为我会知道你的喜好，你告诉我去哪，我大概会知道说你要头等舱还是经济舱，你会喜欢住在如家还是5星酒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完全全不用再多和你做交流甚至我可以帮你把钱垫好，如果我们都说好的话，那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把这个做好了。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这个应用，肯定就会比过去的 app 会完完全全的能够让更多的用户有更好的体验，然后也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社会运转的更加流畅那么最后收一下尾呢，我觉得所有刚才给大家做的一些展望，我觉得全都是基于人工智能。那人工智能刚刚我们也有和韦青老师在聊我们现在显卡很贵，家里都买不到。那其实在云上，对吧？我们在云上有很多的资源，我们都可以完完全全的 base 在 cloud 上。那像我们微软
提供了大量的像 cognitive service 啊，然后比如说 Louis Q&A Maker 啊 ，Customer Vision 可以提供很多这种能力啊，包括我最喜欢的这个 Bot Service Chatbot 的应用，在网上都完完全全可以做得到啊。通过这种方式，我相信在接下来是我们每一个开发者都应该去关注的。刚才这个 Warren 也提到 Cloud Native 啊，我们整个的如何使用云，然后结合上人工智能的场景，为我们的这个最终用户落地商业场景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希望大家接下来都能够更多的关注 Chatbot。谢谢。多谢卓恒老师哈。其实你在行业这么多年了，创业这么多年，也经历了这种风风雨雨啊，技术的起起伏伏。那么刚才你也讲，人工智能非常关键，数据非常关键。那么其实我相信线上很多朋友们，他们有时候尤其传统开发人员的话呢，开发我是会，人工智能呢可能也听说了或者也做了一些学习。那在这种整合方面，因为你是亲身经历者哈，你能不能跟线上朋友们再简单讲一下，就你在整合，就如何让这个应用啊变得更加智能方面有一些什么建议给大家的？就除了说一定要这么走，那你有没有一些建议、一些体会或一些踩的坑啊、摔的跟头可以交流一下的？我觉得如果说把现在的这个我们正在做的应用转到智能化应用的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话，我想给大家一个最感受深的建议是，我们一定要在人工智能时代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呢，叫做适度的一步一步的去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时候现在大家对人工智能可能有很好的期待，我们经常会说短期我们会高估一件事儿，短期我们会觉得一件事特别厉害，但其实它达不到我们想象中那个高度。但是长期呢，我们又会低估它，因为它在长期来讲会厉害到我们完完全全超出想象。那我们在这个从我们的 app 去智能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就是叫做量力而为，这个结合现在我们行业的背景，我们把我们最长远的期望放到未来，但是手头我们要做的事儿呢，一定是要结合上我们当前能够拿到的这个能够落地的技术应用来结合到我们产品里面，一步一步的走。用互联网的角度来讲，就叫做小步快跑不要去一步迈得太大，导致会产生其他的这个问题。好，多谢卓涵老师哈，非常深刻的经验估计也是教训。行，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名的宝哥哈，这个宝哥也是业界非常传奇的 IT 界的大拿。这样，您的经历呢非常丰富，而且您这几年呢一直在这种新技术的开发呀、推广方面呢投入了大量精力，也算是一个行业我们称之为叫老马识途者吧。那么您能不能就这个云原生时代的软件开发，它的方式啊、它的开发工具啊、它的开发效率方面、提高方面呢，有什么自己的体会、思路、理念，也希望呢跟大家交流一下的。OK， 如果我们说什么新思路、新理念的话呢，现在什么事情不是新瓶装旧酒，或者是新酒装旧瓶，对吧？太对了，就新瓶装旧酒，不是新酒装旧瓶了。不对，两者都有。事实上是两者都有，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有旧的东西，对吧？是。所以我们在面临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那这么多的技术推陈出新，然后这么多技术感觉上有很大的变化。那事实上，像对我而言像我从业经验也20多年了嘛，那我会发现说这些开发工具、开发技术的演进，其实都有一定的脉络可言。所以我们在掌握这些技术的时候，事实上呢，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 pick up 这么多丰富的技术，而是我只要能够把我原本的路走得踏实一点，基本上我要追上新的脚步是非常非常容易的，而且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所以其实很多人跟我提过，就是关于开发效率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工作的场合，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那这点呢就可以去考量到说，今天是别人觉得你慢，还是你自己就觉得慢？那我自己看到的一个状况是，很多人不觉得自己开发很慢那是因为缺乏比较。那如果说像现在这么云原生的这个时代如果你真的跨出你现有的公司去跟人家比较，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大，开始用云工具开始用 container Kubernetes 甚至于像 Visual Studio 有推出一个产品叫 CodeSpace，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所有的代码、所有的这个开发的环境全部都封装到一个 container 里面去做开发。那这样多方便，效率多高所以
基本上，大家呢对于工具的熟悉度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的投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投资啊。那我看到蛮多人就是说，我们在开发系统的过程之中，你一直都在用可能5年前或者10年前所学到的技术进行开发，那开发了10年了，你也不觉得说自己慢，你也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得出来，但是你如果跟上新的脚步，我们去学习一些新的工具，使用比较新的版本的 Visual Studio，我们去开发程式的过程，效率就自然就起来了。那当然除了工具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呢，会牵涉到效率哈。例如说这个开发框架的采用，开发框架其实也是每个版本不断的迭代一直上来的。那据我所知了哈，微软所推出的各种开发的框架，其实现在也是非常琳琅满目，太多了。那我个人呢，也不是全部都追得上，我也不需要去追，因为事实上每一个开发框架或者是工具，其实都有一个应用的场景。那我们针对某些特定的场景呢，去研究去了解之后，发现原来 Blazor 是用来解决特定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今天用到像 Singular， 它解决即时通讯的问题等等，你要去思考这个技术是不是值得投资。如果值得投资，你花点时间去学它，学会它之后，整个公司整个开发团队的战力就直接提升了所以优点呢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其实很可惜的是，我看到业界呢蛮多人就是选择不花时间去投资这些开发技术跟学习新的开发框架，所以效率反而没起来。这就有点像是我们拿斧头砍树跟拿这个锯子砍树这个比喻也差不多的意思你斧头都钝了嘛，你就不去磨它，对不对？或者是你不换一个更好的工具，那怎么可能效率可以有大幅提升呢？对不对？所以呢，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开发的过程之中事实上采用技术等等，你还是会有很多踩坑的经验。像微软呢，基本上像 ASP.NET Core， 然后这个 Entity Framework 每个版本呢不断的推陈出新。事实上这些版本的更新呢，都是依据真实客户的需求反映出来的那我其实认为说，蛮多人其实不知道这种状况因为我跟几个朋友在聊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竟然认为微软是为了赚钱才一直推出新版本虽然也不能否认这个意图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所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就是他真的认真想要解决某些人的问题，某些公司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干脆再狭隘一点，其实微软就是为了解决自己公司的问题所推出的新版本，去改善一些原本的开发的这个一些限制瑕疵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公司很大一个程度呢，基本上就是一直跟上最新技术的这个脚步但是我们会去挑选真正符合我们公司的这些技术，然后呢认真的去研究它，研究完之后呢，在我们公司内部甚至对外，像我经常有开很多直播就会分享这些技术给大家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投资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多可以考虑一下。好，谢谢宝哥其实我看您说的全是一些行业的这种老马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深刻体会，非常重要。所以其实这次 Build 大会上的话呢，微软呢会推出很多就跟刚才几位老师讲的相关的这种理念、方法、实操、范式。那么其中的话呢，其实遵循的都是我们称之为叫 Developer Velocity， 就是开发人速度。它涉及了14个维度，有57个驱动因素。所以大家线上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网上去下载去看一下。那么同时的话呢，特别欢迎大家鼓励大家呢把这个 Build 内容呢仔细去研究一下。那么好，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么咱们几个老师跟线上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咱们再见，然后共同去开创新的时代，我们把握新的商机。好，谢谢大家，拜拜。